西汉王朝有一位将军，他一生两次力挽狂澜。一次，他让汉文帝当场惊叹：“真将军也！”另一次，他3个月平定七国之乱，拯救了汉室江山。他就是周亚夫。周亚夫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将军和军事家，带兵打仗自有一套办法。他的父亲是将侯周勃，父亲死后，爵位本来是由他的哥哥继承，但是哥哥后来犯了杀人罪，被斩首。文帝很敬重周勃，不想看到周勃的后人流离失所，就让大家从周勃的儿子中推举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继承爵位。就这样，周亚夫成了众人一致推举的对象。公元前158年，汉朝北方的领土遭到匈奴的疯狂攻占，文帝命刘礼、朱慈侯和河内守周亚夫3人为将，分别率领军队驻扎在不同的地方，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，抵御匈奴入侵。刘礼驻守巴山，朱慈侯驻守蓟门，周亚夫驻守细柳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，然后另抽调一部分大军去前线和匈奴战斗。前方频频传来捷报，汉文帝很高兴，他吩咐军队只要把匈奴赶出边境，就可以班师回朝。部署好一切事务后，文帝决定去山队守军的阵营巡视一番。文帝首先来到刘礼驻扎在坝上的军营，还没到营门，就听到士兵们大声吆喝的声音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每个士兵穿着简单的布衣，在军营里乱哄哄地跑来跑去。等文帝的马车走到营门口时，守门的士兵一看皇帝来了，慌忙把大门打开，弯腰鞠躬，把皇家车队迎接进去。早有士兵把皇帝来了的消息告诉了将军，将军率着一众将士们齐刷刷地站在营门不远处等候着。文帝坐在马车上，命令车队绕军营一圈，然后在众将领的拥护下离开坝上的军营。接着，文帝来到驻守在蓟门的军营，情况和坝上的军营差不多。士兵们看上去没有一点纪律性和组织性，一个个闲散地分布在营中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争一样。等到文帝来到周亚夫的军营里，首先就听到士兵在操练时发出的呐喊声，整齐又响亮。原来周亚夫自从驻守在细柳后，每天都督促士兵演练，从早到晚不间断。他把士兵分成几部分，相互进行战斗演习，赢了的一方有奖励，输了的一方要接受更严格的训练。周亚夫还立下军令，凡在军营里，每个人都要全副武装，盔甲必须穿在身上，刀剑更要不离手。不管有谁想进军营，一律要得到将军的认可，防止奸细混进来。任何车马在营中都要慢慢的行走，不能飞奔疾驰，以免伤到人，造成混乱。军营在周亚夫的管理下显得井井有条，每个人都有事情可做，而且分工明确。负责驾驭车队的人向周亚夫军营的守门士兵通报，说皇帝要来这巡视。士兵严肃地告诉车夫，没有周将军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入军营。车夫很气恼，把事情和文帝说了之后，文帝觉得周亚夫的做法是对的，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封信函，让守门士兵带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士兵回来说将军同意了，接着就把营门打开，并叮嘱车夫不能把马车驾得太快，因为将军下过命令，营军的车马只能慢慢的行进。文帝吩咐车夫照做，车夫紧紧地拉着缰绳，让马车慢腾腾地走在兵营中。文帝的车队来到将军的营帐前，周亚夫披盔戴甲站在文帝的车前，说：军中有令，穿铠甲的将士可以步行跪拜礼，请允许我用军中的礼节向您致意。文帝听了很是感动，索性从车内走出来，扶着车身上的木栏杆，对着周亚夫说了一番激情慷慨的话，还向全军士兵表示感谢。说完，文帝走进车内，车队朝营门走去，仍旧是慢慢的走着。在回皇宫的路上，文帝禁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和随行的大臣们说：你们一定以为周亚夫的行为会惹恼我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将军该有的气势。如果每位将军都像周亚夫一样，汉朝的军队必定更加坚不可摧。坝上和蓟门的军营看着真令人心寒，
如果匈奴真的打过来，怎么能指望他们替国家征战呢？也许连将军都会被俘虏，周亚夫的军营我一点也不担心。大臣们听到文帝不但不责怪周亚夫，还说了很多称赞他的话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，对周亚夫的敬佩之情又深了一些。1个月后，匈奴被汉军全部赶回了荒漠，3支驻守军队也撤回长安。周亚夫一回来，文帝就任命他为中尉，主要负责京城的安全。文帝很器重他，临终前对太子刘启，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说：周亚夫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，应该多重用他。如果发生了危急的情况，务必要让周亚夫来掌管军权。公元前154年，汉景帝继位不久，因采纳晁错削藩之策，引发诸侯不满。景帝将主张削藩的晁错腰斩，以安抚诸侯。晁错死后，汉景帝命令7国诸侯军队停止叛变。没想到吴王刘濞公开表示自己要做皇帝，根本不把汉景帝放在眼里。袁盎带着诏书去见刘濞，劝他退兵。刘濞自称为皇帝，对皇帝的诏书嗤之以鼻，还派一队士兵把袁盎软禁在军营中，准备把他杀掉。袁盎一看情况不对，就趁天黑偷偷溜了出去，马不停蹄地赶回长安，把吴王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汉景帝。景帝这才知道自己被吴王骗了。偏偏晁错已经被杀，大错铸成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叛军镇压下去。正在这时，和诸侯军队交锋的校尉邓公回到长安来汇报军情。景帝连忙问他战况如何。邓公说，吴王铁了心要造反，他已经准备几十年了，就算皇上不削他的封地，他也会造反。况且晁错已被腰斩，我想天下谋士怕是再也不敢开口了。景帝不解，邓公接着说，晁错本来担心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，最终成为朝廷的威胁，这才建议削藩，实则加强了朝廷的皇权。然而他却被皇上处死，这样一来，谁还敢直言不讳呢？景帝羞愧万分，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应对。突然间，他想起汉文帝临终前的嘱托，于是把周亚夫找来，封他为太尉，镇压诸侯军。公元前154年，太尉周亚夫带领大军和吴楚两军交战，骊姬率军攻打赵军，栾布率军攻打齐军，大将军窦婴则带军驻扎在荥阳，密切注意齐军和赵军的行踪，如发现异常就立刻赶去增援。窦婴本来还想推辞，景帝以国家安危为由，强令他接受大将军一职。窦婴无可奈何，只好答应。周亚夫出兵后，了解到吴楚的军队正在攻打梁国，心里顿时有了对策。他和景帝说，现在吴楚两军正围攻梁国，如果正面和他们交锋，难免会有大的损失。楚军向来勇猛善战，个个凶狠异常，不如我们用梁国作为诱饵，趁他们全力战斗的时候，先把吴楚军队的粮草截下来，然后再和诸侯军交战。景帝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就批准了。周亚夫带着军队来到巴山，路上遇到一个谋士。谋士建议周亚夫不要直接赶去梁国，而是从右边包抄过去，并说诸侯军一定会在半路设下埋伏。于是周亚夫取道南田，经过武关，来到洛阳，果然发现了埋伏在这儿的敌军。梁国都城睢阳此刻被诸侯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正急着等待援军的到来。听到周亚夫率军出征之后，梁王立刻给他写信求助。周亚夫嘴上说着很快就来，其实他只是屯主力于昌邑，远远地望着，并不行动。梁王急得团团转，又写了封信给周亚夫，还是没盼到援军。梁王无奈，写信向景帝求助。景帝吩咐周亚夫去攻打围困两国的诸侯军。周亚夫依旧没有动静，以一支轻装部队出淮泗口，淮河与泗水合流处，位于今浑泽湖内，截断吴楚军粮道，只命令将士把诸侯军的粮草抢了回来，还把他们的运粮军给俘虏了。手下的士兵看到周亚夫迟迟不发兵打仗，有些捉摸不透，
还以为周亚夫是在帮助诸侯军，军心难免有些动摇。周亚夫也不解释，任凭士兵们胡乱猜测。吴王刘濞看到粮草被周亚夫截住后，心里也慌了神。士兵们没有粮食，怎么会有力气打仗呢？刘濞咬咬牙，决定先把周亚夫除掉。公元前154年2月，看到吴楚联军公粮已受到相当的损耗，周亚夫随即将主力推进至下邑。刘濞趁着晚上天黑，派遣一队士兵偷偷潜入周亚夫的军营，制造混乱。当时周亚夫正躺在营帐里休息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叫喊声和奔跑声。周亚夫知道这是敌军来刺探军情，他没有出去控制局面，任凭士兵们在营中东奔西跑，大呼小叫。这是他使的一个小计谋，故意让诸侯军以为自己的军队纪律散漫，不堪一击，这样他们就会骄傲自大，盲目的发起进攻。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露出破绽的时候，打败他们轻而易举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外面的声音渐渐小了，士兵们也各自回营帐休息。刘濞从回来的士兵口中得知周亚夫军营的情况后，哈哈大笑了几声，得意洋洋地宣布第二天发动进攻。第二天，诸侯军打算从东边袭击周亚夫的军营，大批士兵朝军营涌来。周亚夫细细思考了一会儿，以为刘濞是想把注意力全部引到东边，真正进攻方向应该是西边。于是周亚夫命令一小部分士兵假装在东边奋力抵抗，自己则带着大部分士兵埋伏在西边。过了一会儿，隐隐约约看到前面走来大队人马，领头人正是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武。等吴楚两军走近后，周亚夫率领士兵突然间冲到他们面前，诸侯军措手不及，匆忙迎战。由于粮草都被周亚夫截住了，吴楚士兵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，现在又受了惊吓，根本没有力气打仗，一个个丢下兵器跑了。吴王见此情景，知道这回必定要败在周亚夫手里，他也不管楚王和其他士兵的安危，自己带着亲信一溜烟逃跑了。楚王这才知道刘濞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，他恨自己轻信了吴王的话，没脸向景帝认罪，只好拔剑自刎。再说吴王和随从逃回吴国后，一些忠义大臣和百姓恨死了他，就偷偷商量把吴王杀死。吴王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，还以为可以东山再起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几个大臣就把他捆住了，直接摁在地上，一刀结果了性命。随后大臣们把吴王刘濞的脑袋献给了汉景帝。吴王和楚王一死，其他诸侯王纷纷缴械投降，汉景帝把他们统统判处死刑。至此，周亚夫在3个月的时间里平定了七国之乱，汉朝的江山保住了。周亚夫得到重赏，成为景帝最宠幸的臣子。5年之后，又被任命为丞相。景帝没有废除诸侯王的后代的爵位，但制定了许多约束他们的律令。诸侯王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征收田地租税，对封地内的官吏升迁和政府事务没有权力干涉。这样一来，诸侯王的权力大大削弱，再也没有能力和朝廷抗衡。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驾崩，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，他就是汉武帝。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将军，他驰骋沙场一生，剑术精绝古今，匈奴人闻风丧胆，却始终与封侯二字无缘。更讽刺的是，他的结局竟是在风沙漫天的战场上以剑自裁，留下千古遗憾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。李广的先祖是秦朝时期的大将军李信，李家世代成军，为国家建立了赫赫战功。公元前166年，也就是汉文帝14年，李广应征入伍，随大军出征讨伐匈奴。他特别擅长使用弓箭，几乎百发百中，多次交锋中杀死不少敌人，也活捉了很多俘虏。汉文帝得知他的英勇事迹后，高兴地封他为汉中郎，专门随侍在皇帝身边。每当有骑马射猎之类的活动，汉文帝就让李广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。李广也不畏惧，精湛的射术
赢得百官称赞。汉文帝曾惋惜地对李广说：“可惜你没有生在高祖时期，不然以你的一身功夫，定可以称为万户侯。”知道皇帝如此器重自己，李广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报效国家。到汉景帝执政时期，李广得到重用，先是被封为陇西都尉，后来又升任为骑郎将。在七国诸侯叛乱的时候，李广跟随周亚夫立了不少战功。只可惜景帝责怪他私自接受梁王的将军之印，打败诸侯王后，李广没有得到任何赏赐。没过多久，李广被任命为上古太守，驻守在边关，时刻注意匈奴的动静。匈奴听说守关的将军是李广，个个惊慌不已。原来匈奴都知道李广精于骑射，骁勇善战，有他守在边关，谁还敢不自量力呢？曾听说李广在一次打猎的时候，把一块大石头看成了老虎，嗖的一箭射过去，竟然把石头射出一个很深的洞。匈奴人因此称呼他为飞将军。上郡是边关的一个小地方，经常被匈奴骚扰。景帝便让自己宠信的一个宦官和李广一起驻守在这里，每天操兵练剑，抵御匈奴入侵。这一天，宦官带着几十个士兵外出打猎，在半路上碰到了3个匈奴兵，看到各自的敌人就在眼前，汉军和匈奴都拉开了弓箭，开始射击。匈奴的箭术比宦官强上许多，双方交战没多久，几十个汉军士兵就死在匈奴的乱箭之下，宦官也受了重伤，拼了命才跑回军营。李广听完宦官的汇报后，立刻知道那3人是匈奴军中的神箭手，他毫不犹豫地带领着100名骑兵冲出军营，誓要把神箭手抓住。骑马狂奔了一段路程后，远远的就看到前方有3个人影在晃动。李广命令士兵从左右包抄过去，一阵激战之后，2名匈奴兵被射死，还有1名被李广俘虏了。正当李广一行人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大批匈奴士兵，汉军士兵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匈奴看到了汉军，也显得十分吃惊，马上摆出攻击的阵势，紧张地盯着李广。汉军士兵想跑回军营，李广却说：“我们现在和军营的距离太远，要是往回跑的话，肯定会被匈奴追上。如果我们留在这儿，他们反而会认为我们是故意引诱他们，以为后面还有埋伏，不敢贸然追打我们。”士兵听到李广的解说之后，心里安定了些，便在李广的吩咐下继续朝前走，一直走到离匈奴很近的地方才停下来，接着把马鞍卸掉，盘腿坐在地上休息。匈奴看到汉军如此从容不迫，当真以为这些人是来迷惑他们的，没敢贸然上前挑衅。过了一会儿，匈奴士兵里面出现了一个骑着白马的人，看起来像是一位将领。李广连忙带着几名士兵骑马飞奔过去，一箭射中将领，然后跑回队伍下马休息。匈奴显然没料到汉军会突然袭击，眼看天渐渐的黑了，汉军全部躺在地上开始睡觉。匈奴更加肯定有埋伏，很快就离开了。因为李广的急中生智，众人才能够平安的回到军营。但李广身为将军，在没有告知自己去向的时候，带兵追赶匈奴，万一发生什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汉武帝继位后，赏识李广是一名难得的军事人才，便任命他为未央宫的卫尉。当时李广的好朋友陈不时也在宫中担任卫尉。陈不时带军有很多规矩，军队纪律严谨。李广为人随和，没有过多的军纪约束士兵，大家都乐意和李广一起打仗，觉得陈不时过于严厉。公元前133年，汉武帝为了阻止匈奴南下，在马邑设下埋伏，准备生擒匈奴首领君臣单于。这一次，李广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驻守在马邑城外。令汉军没想到的是，君臣单于知道了汉武帝的计划，并没有出现在马邑城，汉军只好无功而返。公元前129年，匈奴再次侵略南下，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上古（今河北怀来）。公孙贺、公孙敖、卫青和李广4位将军各率领1万骑兵迎战。
卫青在龙城匈奴祭拜祖先的地方斩杀了700名匈奴士兵，李广则被匈奴大部队包围，士兵一个个滚下马背。李广仍坚持奋力杀敌，匈奴兵越来越多，李广也受了不少伤，最后被活捉了。君臣单于特别吩咐士兵，如果抓到了李广，一定要活着带回去。于是匈奴用一张绳子做的网帐挂在2匹马之间，让李广躺在上面，李广假装奄奄一息。匈奴见了就放松了警惕，正好旁边有一个匈奴士兵，李广趁匈奴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猛地一下跳到那个士兵骑的马上，把士兵推下去，狠命地拍了下马屁股，快速地朝汉军的方向逃跑。匈奴军队跟在后面紧紧地追赶，李广一边骑马一边转过身子朝后面放箭，每一箭都射中一名匈奴兵，匈奴兵死伤很多，渐渐地和李广拉开了距离。李广终于跑回了汉营，虽然李广的箭术令人称赞，但由于他的军队在这次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，自己也成了匈奴的俘虏，汉武帝决定判他斩首。后来念在李广以前功绩卓著，便把他贬为平民。公元前119年，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上攻打匈奴。李广当时年纪很大了，但仍然坚持请求出征。汉武帝不忍心拒绝他，就封他为前将军，跟随卫青出征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卫青让李广带着队伍走在后面，一旦看到前方情况危急，就马上赶来增援。没想到李广在荒漠中迷了路，等他和卫青会合后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卫青很生气，责怪李广延误军期。李广老泪纵横，说：“我已经60多岁了，和匈奴打了不下70场战斗，本想老来再给国家出点力，没想到竟出了差错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”说完就拔剑朝自己的脖子抹去。等众人拥上前把剑抢过来，李广已经死去了。那些多年跟随李广的将领和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，都难过的痛哭起来。公元前2世纪，汉朝大地风起云涌，那时的皇帝正是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。年轻的他胸怀远大志向，是要让大汉的威名传遍四方。就在一次与匈奴的交战中，意想不到的秘密从俘虏口中传出，在敦煌祁连山一带曾生活着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的名字叫大月支。匈奴和大月支曾因为争夺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发生过冲突，几次交战都以大月支的失败而结束。匈奴首领老善单于杀死了大月支的国王，还把国王的头做成酒杯喝酒。大月支经过几次战争后，国力衰退，人口急剧减少，只好往西边迁移，躲避匈奴的追杀，一方面又想把匈奴打败。汉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，认为汉朝可以和大月支联合起来对付匈奴。于是汉武帝在全国广招人才，希望有人能带汉朝出使西域。这时有一个人自告奋勇，愿意出使西域，他就是张骞。汉武帝很欣赏他的勇气，命他带领100人出使西域。有一个归顺汉朝的胡人，名叫唐一父，因为他了解一些西域国家的语言，熟悉路线，汉武帝任命他为向导，和张骞一起出行。公元前139年，张骞一行人从陇西经甘肃临洮出发，朝西边前进，来到河西走廊。自从大月支从这儿迁走后，这一地区便成为匈奴人的领地。张骞担心遇见匈奴人，满心期望的快点走出河西走廊，没料到还是被匈奴的骑兵发现了。一行人被俘虏到匈奴王庭，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，见到了君臣单于。君臣单于当然不会让张骞去大月支，他知道汉朝想联合大月支一起讨伐匈奴，现在抓住了汉朝的使者，君臣单于决定把他们软禁起来。去大月支必须要经过匈奴的领地，不管以后汉朝还要派谁出使西域，都会被匈奴拦住。君臣单于正是算准了这一点，才敢嚣张地囚禁张骞。为了让张骞打消出使西域的念头，一心一意留在匈奴，去大月支的念头，
愿意安安分分地生活在荒漠中。有一天，张骞等到了匈奴人戒备松懈的机会，他毫不犹豫地带领使者们逃出了匈奴王庭。凭着10年间和匈奴的日夜相处，汉朝使者多多少少都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，加上他们一直穿着匈奴人的衣服，一路上竟也没被别人发觉。而且张骞预先熟悉了西域的路线，这一次他们没费多少时间就逃出了匈奴的领地。逃出来后，张骞才得知西域诸国之间发生了冲突，大月支被乌孙和匈奴骚扰，迁移到更西边的地方，在原来的大夏国定居下来。现在的大月支距离更加遥远，张骞等人的粮食和饮水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于是张骞决定先去西南边的大渊，请求大渊国王的帮助。一行人乘塔里木河向西前进，经过库车、苏勒，翻过葱岭，终于在10几天后来到了大渊，经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。一路上，很多使者因为沙漠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不多久，大渊国就派了几名随从和翻译，带着张骞来到康居，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。康居王接着派人把他们送到大月支。当张骞把汉武帝张骞只好带着遗憾启程回朝。公元前128年，张骞从大月支离开，踏上回汉朝的路。为了防止再次被匈奴人抓住，张骞决定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穿过去，然后经过莎车、于田经和田、鄯善经若强，来到羌人的领地。原以为这次一定能顺利回去，谁料到羌人的领地也被匈奴占领了。匈奴骑兵抓住了张骞和几名使者，一关又是1年。公元前126年，匈奴内部发生斗争，君臣单于去世了，他的弟弟左鲁厉王伊稚邪和太子于丹打了起来。张骞趁机带着谭伊父和妻儿逃了出来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回到了汉朝。张骞出使西域前后经历了13年，出去时带着100多人，回来时只剩下张骞和谭伊父。途中遇到了无数恶劣的环境，还被匈奴囚禁，其中的痛苦旁人如何感受得到？张骞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任务，但他的行为给西域和汉朝带来巨大的影响。自古以来，西域就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，由于路途遥远，一直没能和中原建立联系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把汉朝的情况传播开来，使西域各国逐渐开始来往于中原。张骞回朝后，详细对汉武帝说明了西域各国的位置、特产、城市和路线，这对后来开发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，也是第一份详细讲解西域地理风貌的资料。汉武帝见张骞带来有关西域的情况，就封张骞为太中大夫，封谭伊父为奉使君，还赐给他们很多财物。在大月支的时候，张骞曾经去过大夏国，从那里他得知蜀郡西南有一条路通往渊都，经印度，再继续走就能到达大夏。张骞便上书武帝，说自己愿意去打通这条西南一道。汉武帝给了他很多人马，张骞把他们分为4队，分别朝渊都出发。走到昆明的时候，当地人把张骞拦下来，说什么也不准他们从昆明经过。不管张骞怎么解释，当地人始终不肯放行。张骞只好返回长安，虽然没有开拓出新的西域路线，张骞一路上也收集了不少地方民情，总算有了些成果。后来张骞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，立下战功，被封为博望侯，接着又和李广一起讨伐匈奴，却因为延误军期被贬为庶人。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打击匈奴，重新封张骞为中郎将，率领300人出使乌孙，并带去大量牲畜和生活用品。到达乌孙后，张骞分别让随从前往大月支、大渊、康居、大夏国等国家，传达汉武帝希望交好的意愿。各国纷纷派使者跟随张骞来到长安。公元前114年，张骞去世，西域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后，
都表示惋惜，因为西域人民对张骞很是尊重。后来的汉朝使者便借用博王侯的名号和西域各国来往。张骞出使西域，不仅开拓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，把西域的特产引进中原，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，还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。公元前127年，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3次大规模的打压战役后，匈奴势力大大减弱，不得已朝更北边的荒漠逃去。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，匈奴决定和汉朝休战。汉武帝早就想让匈奴臣服自己，现在匈奴亲自前来讲和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。结果双方刚一谈判，汉武帝的怒火窜了上来。原来匈奴妄想汉朝每年给他们进贡粮食和金银珠宝，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之前留在匈奴的汉朝使者将永远不能回到中原。汉武帝当然不可能答应，于是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又持续了10多年。公元前100年，匈奴部落产生了新单于，汉武帝打算派遣使者出使匈奴，一方面祝贺新单于登基，另一方面想和匈奴商量停止两国之间的战争。汉武帝选中了中郎将苏武担任使者，于是苏武带着100多人和许多财物，浩浩荡荡朝荒漠前进。完成出使任务后，正当苏武准备启程回汉的时候，匈奴内部却发生了混乱，苏武等人也被匈奴暂时扣留下来。单于知道苏武是个忠臣，想让他永远留在匈奴，于是劝说苏武抛弃汉朝，苏武不肯，匈奴便许诺给他封官加爵，还赏赐了很多财物，都被苏武拒绝了。单于一怒之下把苏武关在一个残酷处境，苏武仍然坚持心中的信念，绝不向匈奴屈服。口渴的时候就抓一些鸡血来吃，饿了的话就从身上的羊毛袄子上扯些羊毛放进嘴里嚼着。地洞里没有可以遮挡寒风的东西，晚上只好裹着羊毛袄子，缩在角落里睡觉。即便如此，苏武始终没有向匈奴低头。好几天过去后，单于看到苏武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心里更加敬佩他，也越发想把他留下来。单于先把苏武从地洞里放出来，然后给他一群羊，把他流放到北海经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去牧羊，以此来磨灭他的意志。单于告诉苏武，等到公羊生下来小羊，他更不要说公羊产羊羔了。单于就想让苏武陷入绝望的境地，打消回汉的念头。没有人来帮忙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绝对逃不出这个地方。苏武只好喝血水，抓野兔维持生命。每天在湖边放羊，手里紧紧拿着那根代表，街上的吊坠都磨破掉光了，苏武的头发和胡子也变白了。但他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汉朝使者的这件事。他坚信总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苏武在贝加尔湖一待就是19年，19年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当初扣留苏武的匈奴单于去世了，他的儿子成了新的单于。汉朝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，汉武帝死了，汉昭帝继位。新单于登基后，立刻派人向汉朝和好。汉昭帝要求首先释放这些年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者。匈奴为了表示诚意，果真把关押的汉朝使者都放了出来。汉昭帝派了一位官员去匈奴迎接使者回朝。官员在众人之中没有看到苏武，便向新单于要人。单于说苏武已经死了，官员有些怀疑，但又没。众人看到白发苍苍的苏武，都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公元前81年，苏武在出使匈奴19年后，终于回到了长安。他坚贞不屈的精神令汉昭帝感慨不已，昭帝赏赐了很多财物给他。第2年，上官桀、上官父子和商弘羊发动叛乱，企图谋反，被昭帝镇压。苏武的儿子也参与了叛乱，苏武因此被削去官职。昭帝驾崩后，苏武和朝中一些大臣拥护汉宣帝登基，随即被宣帝封为关内侯。公元前60年，
苏武去世，他对国家的忠心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。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人物，他历经耻辱与磨难，却凭借惊人的毅力写下了传世不朽的巨著。他就是太史公司马迁。司马迁出生于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，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。很小的时候，司马迁就随着父亲来到长安，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。司马迁读书非常认真，每一本书都要看好几遍才放下。遇到看不懂的地方，他就刻苦钻研，或者请教长辈，不弄清楚不罢休。到了20岁，单一的阅读已经不能满足司马迁的求知欲了。他决定周游全国，收集各地资料，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阅史。司马迁去过浙江会稽郡，看到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。来到长沙，站在汨罗江边，缅怀爱国诗人屈原。在山东曲阜，看到了孔子讲学的遗址。又在沛县百姓的叙说中，得到了很多关于汉高祖刘邦起义的事情。司马迁游历了很多地方，认真记录下每个地方的名人和发生过的重大事情。无形中，他的阅历得到了增长，也获得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，作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回到长安后，司马迁被汉武帝封为郎中官，多次随汉武帝外出巡游。后来又被武帝派去出使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，视察当地的民情，途中又收集了不少第一手资料。公元前108年，父亲司马谈去世，司马迁便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。这么一来，司马迁能接触到的书籍越来越多，学到的知识也越来越多。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收集，司马迁决定把手中的资料整理编排，写一部从黄帝时代开始到汉武帝的时期为止的史书。在此之前，他先要完成太初历的制定。公元前104年，司马迁和天文学家邓平等人完成了太初历。随后，他便马不停蹄开始整理资料，编写史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件事情改变了司马迁的处境。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派李广利率领3万人马和匈奴作战，结果被匈奴杀得片甲不留，将士们差不多都牺牲了，只有李广利死里逃生。李广的孙子李陵任军中的骑都尉，当时也一同出征匈奴。汉军主力被消灭后，李陵没有回到长安，而是带领着5000名步兵继续和匈奴对峙。单于也调集了3万骑兵，把李陵的骑兵团团围住。令匈奴没有想到的是，虽然李陵的骑兵人数不多，但凭借着出色的箭术和士兵们勇敢的作战能力，竟也杀死了5、6千名匈奴骑兵。单于不由得对李陵刮目相看，同时调集了更多的士兵来增援。单于原以为这下应该能够把李陵打败，料不到仍然是李陵占了上风。照这样坚持下去的话，匈奴必定会大败。可是李陵手下的一名将领出卖了他，这个将领把骑兵队内部的情况全部告诉给单于，还说汉朝不会派兵来增援李陵。单于听了后非常高兴，连忙命人对弓箭进行改造，集中兵力攻打李陵。在匈奴猛烈的进攻下，李陵和骑兵队寡不敌众，厮杀到最后只剩下400名士兵冲了出来。李陵则被匈奴活捉了。被抓住没多久，李陵就向匈奴投降了。这个消息传到了长安，武帝和大臣都很吃惊，也很愤怒，还投了降。不过他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。李陵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他之所以选择投降，而不是以死效忠国家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我觉得他的投降是用来迷惑敌人的。他一定是想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再次反击。武帝听了这番话，觉得司马迁表面上是在赞扬李陵，其实是讽刺。有一个官吏名叫杜周，特别喜欢对犯人使用酷刑，司马迁恰好落到他的手里，杜周便在司马迁身上用尽了所有的酷刑，想让司马迁认罪。但是他的计谋没有成功，不管身体遭受怎样的痛苦，
精神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。司马迁始终没有为自己开脱一句话，只是在心里反复问着自己：难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也错了吗？作为一个国家的大臣，难道我不能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？汉武帝听到司马迁不肯认罪，干脆一直把他关在牢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司马迁想到了死，可是自己的理想还没有完成，他又犹豫了。周文王在关押期间写出了《周易》，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，后来写出了《春秋》。屈原在放逐途中写出了《离骚》，左丘明在失明的情况下写出了《国语》。孙膑被挖掉了膝盖骨，仍然坚持写出了兵法。一个人在经受磨难的时候，往往能释放出异乎于平常的能力，完成伟大的创举。想到这些，司马迁更加坚定了完成史书的念头。虽然现在的情况不利于自己，但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不怕艰难险阻。公元前96年，汉武帝改元太始，大赦天下。这时候司马迁已经50岁了。出狱后的司马迁重新被任命为中书令，很多人都不服气，认为他倚老卖老。司马迁一点也不在意别人恶意的言语，一心一意编写史书。公元前91年，司马迁终于完成了《史记》的编写和修改。《史记》分为130篇，包括12本纪、10表、8书、34家和40列传，共约52万字，是后代了解史前到汉武帝时期历史的重要途径，被称为实录信史，还被鲁迅先生誉为世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，与后世的《资治通鉴》并称为史学双璧。《史记》详细记载了古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。征和2年，公元前91年，丞相公孙贺父子因被指控巫蛊诅咒汉武帝、私通杨氏公主等罪名，被逮捕入狱，最终父子均死于狱中。朱仪公主与杨氏公主、卫青之子长平侯卫抗皆坐诛身亡。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，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，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，数万人因此而死。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，遂趁机陷害太子，并与宦官苏文等4人诬陷太子。太子恐惧，起兵诛杀江充，后遭武帝镇压兵败。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。湖光山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为太子刘据申冤。终于清醒过来的武帝以江充三族，烧死苏文，又修建狮子宫，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师之台，以致哀思。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，史称巫蛊之祸。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兵败自尽后，皇位继承的问题骤然悬空，谁会成为下一任皇帝？这成了诸皇子心头的头等大事。原本暗流汹涌的较量，逐渐演变成明目张胆的争夺。汉武帝刘彻为此寝食难安，在反复权衡之下，他最终选定了年幼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。但为了保证这个太子未来不会被兄弟威胁，汉武帝果断削弱了刘大、刘旭的势力，甚至赐死了太子生母钩弋夫人，以防外戚干政。至此，太子之位尘埃落定。可是年幼的皇子如何在乱世中存活？汉武帝心里很清楚，他必须为刘弗陵找一个真正可靠的辅臣。于是他命人太子呢，霍光是河东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人，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公元前119年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上攻打匈奴，得胜回朝时经过平阳，便把霍光带去了长安，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军营中，担任郎官。霍光不负弟弟的期望，做事严谨有序，很快升任为筑巢侍中，参与军中大小事情的安排。霍去病去世后，汉武帝对霍光十分赏识，封他为奉车都尉，负责皇帝的安全，并且享受光禄大夫的待遇。只要汉武帝出行，霍光必定伴随左右。
在和皇帝的相处之间，霍光渐渐懂得如何在宫廷斗争中周旋。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驾崩，太子刘弗陵继位，是为汉昭帝。霍光担任辅民大臣，连同车骑将军金密离、左将军上官桀、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处理朝中事务。当时的昭帝只有8岁，霍光又是汉武帝亲自册封的辅政大臣，所有朝廷事务都经由霍光之手才能裁决。公元前85年，为了表彰霍光忠心为国，汉昭帝封他为博陆侯。他的外甥女在盖长公主的帮助下进宫当了皇后。原来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。上官桀和上官安想在朝廷中掌握大权，就巴结盖长公主，想让自己家的女孩做皇后。盖长公主得了好处，当然想尽办法把上官安的女儿送进宫。霍光本来不同意，但众人极力坚持，而且皇后还是自己的亲外甥女，霍光只好答应了。上官安因此被封为3月侯。上官父子为了报答盖长公主的恩情，几次向霍光请求给公主身边的人安排些差事。霍光认为官吏应该有真才实学，不能凭权势关系得到职位，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上官父子感到十分尴尬，盖长公主也很气愤，但碍于霍光在朝廷中的地位，他们不敢把心里的怨恨发泄出来。上弘羊也对霍光非常不满，虽然他也是辅政大臣，但汉昭帝只听霍光的话，而且霍光和上弘羊总是意见相对。于是上弘羊和上官父子结为一派，联合盖长公主密谋造反，打算废掉汉昭帝，立燕王刘荡为帝。正当他们在紧张的策划时，有人把事情秘密地告诉了霍光和汉昭帝。两人一听勃然大怒，下令诛杀上官父子和上弘羊全族。盖长公主和燕王知道大势已去，相继畏罪自杀。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尚小，又是霍光的外甥女，就没有被废黜。从这以后，朝廷几乎被霍光一个人垄断了。在他的权力光环之下，很多亲戚也得到了官职，霍氏家族越来越兴旺。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驾崩，没有留下子嗣。霍光召集大臣们商议该立谁为皇帝。汉武帝还有个儿子广陵王刘旭，不过汉武帝在位时并不喜欢他，大臣们便没有考虑让刘旭继位。汉武帝还有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，于是大家拥立刘贺登上皇位，霍光仍然担任辅政大臣。没想到昌邑王刘贺是个纨绔子弟，生活奢靡，还在为汉武帝服丧期间就外出游玩打猎，下属百般劝阻都没有用。当刘贺得知上官皇太后宣他进宫登基后，越发变得嚣张起来。他在去长安的路途中，命手下到处抢夺百姓的钱财和粮食，看到漂亮的姑娘也抢过来。刘贺还让家属穿着官吏的衣服，纵容他们做出违法害民的事情。霍光和大臣们了解事情后，都觉得不能让刘贺胡闹，照这样下去，汉朝非毁在他手上。于是霍光召集朝廷所有大臣和博士，商讨废黜刘贺，另立新帝。因为废帝是件很重大很严肃的事情，谁也不敢妄下定论。看到大家都不发表意见，一个名叫田延年的大臣急了，他抽出佩剑指着霍光说：武帝那么信任你，让你辅佐幼主，掌管汉朝，要是汉朝因为刘贺而走向灭亡，你以后怎么有脸面去见武帝？大家一听，顿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，纷纷表示同意废黜刘贺。霍光便和几位学识渊博的大臣共同写了一份奏章，请求上官太后批准废掉刘贺，另立新君。就这样，进宫才27天的刘贺又回到了自己的封国。之后，霍光找到了生活在民间的刘家子孙刘病已，他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，当时已经18岁了。刘病已登基后就是汉宣帝，宣帝依旧请霍光帮忙处理朝政事务，还赏赐了很多东西给他。
公元前68年，霍光去世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政策很重要，但管理国家的人也很重要。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女子，她没有手握兵权，却用自己的婚姻改变了中原与草原的格局。她远离故土，踏上荒漠，走入一片陌生的天地，从此留下千古传说。后人称她为落雁，崇颂她的美貌，更敬她的勇气，记住她的牺牲。她就是王昭君。可是你可知道，昭君为何会主动请缨出塞？他走过的道路究竟是哪一条？他的选择又怎样在汉朝与匈奴之间掀起波澜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段跨越中原与漠北的传奇。汉宣帝继位后，匈奴南下侵略的次数减少了些，他们内部发生了混乱，几个匈奴王族不甘心受人管制，纷纷自立为单于。这一下，匈奴就出了5个单于，5个人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。其中有一个呼韩邪单于，想用汉朝做靠山来打败其他单于，就亲自来到长安朝见汉宣帝。汉宣帝得知他的来意后很高兴，不但让2个将军率领1万人跟随他回去，还赏赐了很多粮食。公元前49年，汉宣帝病死，汉元帝继位。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其他4位单于，成了匈奴的统治者，而且一直和汉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公元前33年，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，明确表示想和汉朝和亲。和亲政策还是汉高祖时期一位名叫娄敬的大臣提出来的。当时的匈奴丝毫不把汉朝放在眼里，为了稳定2国之间的关系，汉朝不得不示弱。但汉高祖只有一个亲生女儿，吕后不愿意让她嫁到荒凉的北方去，于是汉高祖从皇宫里挑了一个女孩封为公主，远嫁匈奴。这一次的情况则和以往不同，匈奴的势力大不如从前，汉朝明显的强盛起来。面对呼韩邪单于的求亲，汉元帝决定选一个宫女给他。汉元帝命人去宫里宣布匈奴求亲的消息，希望有人自愿前去。宫女们当然愿意去外面了，进入深宫有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，即便是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，也比永远待在宫里要好。可是当宫女们得知这次要去荒凉的北方，而且是嫁给匈奴人，每个人都默不作声，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。汉元帝急了，要是找不到人选嫁给匈奴，不但汉朝丢了面子，呼韩邪单于的脸上也挂不住，搞不好2国之间的关系又会开始恶化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宫女自告奋勇要求去匈奴，汉元帝大喜，连忙命人把这个宫女带到面前。这个宫女名叫王强，也叫王昭君。她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年岁已经大了，对这个女儿家人十分疼爱，把她捧在手心里养着。随着王昭君慢慢长大，她美丽的容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人们1传10，10传百，连京城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昭君的女孩子，真的美若天仙，聪明贤惠。公元前36年，汉元帝下令全国选秀女，王昭君就在这个时候进宫的。不过她没有在进宫后就立刻得到皇帝的赏识。相传汉元帝是通过画像来观看秀女，很多秀女为了让画中的自己能漂亮一点，偷偷的塞给画师很多钱财。只有王昭君没有这么做，画师得了众人的贿赂，把每个人都美化了一番。在画王昭君的时候，则故意把她画丑，所以皇帝没有发现王昭君的美貌。王昭君并不后悔，如果匈奴不来求亲，也许她会安安静静的在皇宫里生活一辈子。当汉元帝在着急找不到去匈奴的人选时，王昭君已经打定了主意。他知道匈奴和亲对汉朝有着很重要的意义，如果没人肯去，那就自己去吧。汉元帝给王昭君准备了很多嫁妆，选了一个好日子，然后去通知呼韩邪单于，打算过几天就成亲。
呼韩邪单于见到王昭君后，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。又看看那么多的嫁妆，单于打心眼里对汉元帝充满了感激，发誓以后一定和汉朝永远交好。没过几天，呼韩邪单于就带着新婚妻子王昭君启程回匈奴。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，看着越来越远的长安，王昭君心里产生了一丝悲凉。关于王昭君的出塞路线，后世有2种主要说法。秦之道路线从长安经西安出发，经北地郡经甘肃庆阳，上郡经陕西榆林，西河经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，五原郡经内蒙古包头，再经临河县经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，高阙经内蒙古乌拉特后旗，阴山最终抵达匈奴王庭。另一条路线是雁门道路线，从长安出发，经山西分灵渡，补返经山西永济、运城、临汾、太原、荆州，出雁门关、沙湖口，最终到达匈奴王庭。此路线串联山西商贸节点，补给便利，是汉匈贸易的重要通道。2条路线均指向匈奴王庭所在区域，经呼和浩特周边，但具体路线选择存在争议。根据婚俗规范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曾2次借助秦之道进入长安，迎亲需避开已用过的路线，因此雁门道成为更优选择。经过1年多长途跋涉，王昭君终于来到了漠北，匈奴人民早已盛情等候着他的到来。为了感谢王昭君为汉朝和匈奴做出的贡献，呼韩邪单于特别封他为灵狐焉支，意思是他给匈奴带来了安宁。昭君嫁入匈奴后，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两国和睦相处，边境城镇贸易往来不断，一派和谐的景象。昭君和呼韩邪单于有一个儿子。呼韩邪单于去世后，按照匈奴风俗，昭君成了新单于的妻子，之后又生了2个女儿。昭君参与了匈奴的政治，在汉朝和匈奴之间调节关系，化解危机。汉元帝对他的家人也十分厚待，把他的兄弟接到长安，封以高官，甚至派他们出使匈奴与昭君团聚。昭君的2个女儿也曾被送到长安侍奉皇后。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自古流传不息，她放弃了安逸的宫廷生活，选择肩负起维护和平的使命。正因为她的牺牲，汉匈之间得以短暂的偃旗息鼓，边境百姓换来了片刻宁静，她的名字也因此被铭记千年。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人物，他一生的轨迹堪称跌宕起伏。他的名字叫王莽，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伪君子，也有人称他是古代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家。但无论褒贬，他的一生都像一场精心编织的谜局。公元前33年，汉元帝去世，汉成帝刘骜继位，元帝皇后王政君成了皇太后，王家人一个接一个的做起了大官，不免有些得意忘形，生活渐渐变得奢靡，整日沉醉在酒色之中，还大肆炫耀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。其他人很厌恶王家人，只是不敢表现出来。王太后有一个侄子叫王莽，在王家人高调活跃在朝廷里的时候，他却默默地守在家里服侍年老的母亲。王莽有一个哥哥，可惜过早的去世了，留下孤儿寡母，也是王莽在照顾他们。除了尽孝道，王莽还跟随名师学习礼经，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，从不以王室身份炫耀。在大家看来，王莽简直就是一位道德模范。大司马王凤是王莽的伯父，对王莽赏识有加，临死前特意嘱咐王太后多多关照王莽。王太后就封王莽为黄门郎，后来又升迁至摄生校尉。这时是公元前22年，不单是王凤，朝中其他大臣也很欣赏王莽，纷纷在汉成帝面前称赞他。叔父王商甚至请求皇帝把自己的一半郡国送给王莽。汉成帝整天听着别人赞美王莽的话，
以为王莽真的有能力博得众人赏识，于是在公元前16年提升他为新都侯，加封为骑都尉和光禄大夫、侍中。当了大官的王莽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甚至比以前还要谦逊，不管是对待下属还是百姓，都是客客气气的。有一次把自己的马车卖掉，得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百姓一提起王莽，满口都是赞扬和崇敬。别看王氏家族很多人都位居高官，其实他们在百姓心里的地位还没有王莽高。另一位大司马王庚在告老还乡的时候，向汉成帝推荐王莽做自己的接班人。汉成帝同意了，于是王莽成了王氏家族第4个担任大司马一职的人。而这时他只有38岁，皇帝赏赐的钱财都被王莽拿去救济穷人和款待学者文人，自己却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，家人穿着颜色素淡的衣服。曾有一次，大臣们去王莽家做客，误把王莽的妻子当成了佣人，因为妻子穿的衣服一点儿也不像大户人家那么鲜亮。公元前7年，汉成帝去世，汉哀帝继位。只过了6年，汉哀帝也死了。王太后拥立年仅8岁的汉元帝孙子刘抗继位，自为汉平帝。王莽依然担任大司马，皇帝年纪还小，政权渐渐落在王太后和王莽的手里。众人一开始没有反对，还很欣慰幼主能得到王莽的扶持。然而在权力和欲望的熏陶下，王莽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政治野心慢慢的暴露出来。他利用王太后赶走了自己的叔父王立，然后册封3朝元老孔光的儿子为侍中兼分车都尉，逼迫孔光为自己卖命。孔光没办法，只好在上朝的时候当着皇帝和百官说了很多赏识王莽的话，接着又对付那些对王莽不利的人，使得这些大臣先后被罢官，其中有中太仆史立、南郡太守乌江龙、河内太守赵昌以及泰山太守丁选等人，还罢黜了高昌侯董武和关内侯张游的爵位。王莽在朝廷里安插自己的亲信，只要王莽一声令下，这些亲信立刻按他的吩咐办事。于是每隔一段时间，群臣就会上奏皇帝和太后，请求给王莽加官进爵。王莽总是严厉拒绝，还声泪俱下地说自己不配得到封赏。如此几次之后，太后也开始劝他接受群臣的好意。王莽仍然假意推辞了一番，然后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接受了封号。就这样，王莽被封为安汉公，并和孔光、王顺、郑芬共称四辅。从此以后，王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公元3年，王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。公元4年，汉平帝加封王莽为载衡，位列诸位王侯之上。王莽为了进一步赢取民心，先后在全国各地召集学者文人来到长安，推崇儒家思想，得到儒生们的一致好评，又命人修建了很多集贸市场和粮仓，使得百姓对他交口称赞。公元5年，汉平帝去世，王莽想趁机夺取皇帝之位，又怕天下人反对，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拥戴2岁的刘婴为皇太子，自己则被王太后受命为假皇帝，暂时管理朝廷事务。王莽的野心越来越大，渐渐的，刘氏家族察觉到王莽的异常，决定起兵造反。公元6年，安众侯刘纯带领100多人试图攻占宛城，但没有成功。第2年，延乡侯刘信联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，自立为皇帝。一夜之间，大大小小的起义纷纷冒了出来。王莽慌得不知该怎么办。他一方面对着刘家的列祖表明自己绝不叛国，一方面命令军队前去镇压。公元8年，起义造反的势头被压了下去，王莽开始做称帝前的准备。他暗中指使别人在公众面前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的流言，然后逼迫王太后交出玉玺，向世人宣告王太子刘婴禅让皇位给自己。就这样，
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做了真皇帝，国号为新。西汉后期的社会很不稳定，国家政策混乱，影响百姓正常的生活，很多人背井离乡，导致有些地方变成了无人区。为了缓和社会矛盾，王莽在登基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仿照西周的制度来管理国家。王莽废除了汉朝统一使用的五铢钱，不切实际推行各种新货币，把全国的土地划归国家所有，按每户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田地，并要求地主和富商交出多余的土地，禁止买卖奴婢，禁止高利贷，控制物价，把所有的盐铁、铸钱和酿酒都交由国家管理，还掀起了一股改地名的风潮，并且随意划分行政区域和官员管辖区域。政策刚向全国宣布，就引来很多人的愤怒和反对，其中以地主豪强的反对最为激烈。王莽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富人的利益，使他们开始对王莽的统治产生了敌对心理。一些富人根本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，国家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田地分给百姓，因此百姓怨声载道，胡乱制造钱币，则把国家经济折腾得一团糟，物价根本稳定不下来，经济得不到增长，甚至年年倒退。地方官吏一时适应不来地名的改变，在处理公务时总是出错，不免也对王莽产生了反感。另外，王莽降低了少数民族的地位，强迫他们向自己俯首称臣，各族首领十分气愤，继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战争。王莽派遣了10万大军前往边境对抗，维持军队的消耗是一笔很大的开支，国库已经日渐空虚。这时又爆发了瘟疫、旱灾、蝗灾以及黄河决堤，统治者措手不及，天下一片动荡。王莽的改革不但没有促进发展，反而令国家陷入混乱之中。这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年代，天灾连连，民不聊生，百姓在绝境中挣扎，官府却束手无策。看似稳固的新朝，其实早已千疮百孔。而就在这片动荡的大地上，一股力量正在暗中凝聚，他们的崛起将掀开推翻王莽统治的序幕。公元17年，整个中原大地一片混乱，天灾人祸使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无以为生。官员和政府也想不出办法来挽救局面，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最终选择了起义。在南方的荆州，包括今河南南部、湖北中部、湖南西部，因为粮食颗粒无收，百姓们不得已去沼泽和水塘周围挖掘野菜。野菜的数量不多，饥民却不少。为了能抢到一点吃的，大家争先恐后在田地里挖野菜，难免会引发争抢，需要有人能站出来维持秩序。新市今湖北金山东北有2个叫王宽和王凤的人，他们自愿担任协调组织的工作，因为公平公正，大家久而久之都听从他们，俨然成为百姓心目中的领导人物。眼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民，王宽和王凤干脆把这些人全部聚集起来，打算发动起义。难民们对朝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，也许起义能带给他们一个新生活，因此没有人表示反对，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到王宽和王凤起义的消息后，从远处赶来投奔他们。王宽和王凤选定绿林山（今湖北大洪山）作为根据地，因此起义军也被称为绿林军。他们占领了周围的村落，并不断接纳逃难来此的农民。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绿林军的人数已经增长到8000多人，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。朝廷听到绿林军起义的消息后，王莽立刻派了2万名官兵去镇压，没想到被绿林军打得落荒而逃，王莽气得直跳脚。绿林军则趁这次获胜的时机，又占领了好几座城镇，还把关押在监狱里边的囚犯都放了出来，把粮仓里的粮食拿出来一部分分给老百姓。
剩下的全部搬上了绿林山。王匡和王凤的上行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，更多的人投奔绿林。起义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万多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绿林军刚有了一些成果，一场瘟疫突然降临，起义军差不多死了一半数量的人，剩下的人为了保存实力，只好分成3路人马离开绿林山，各自占领了新市、平陵（今湖北随州东北）和下江。长江在湖北西部以下地区。在泰山有一个叫樊崇的人也发动了起义，他先是领着几百人把泰山占为根据地，然后对外召集人马，有一支小规模的起义军投靠了樊崇。还没到1年时间，手下就有1万多人，占领了泰山郡（今山东泰安）。樊崇带着起义军在青州（今山东中部）和徐州（今江苏北部）之间的官府军队抗击，不时抢夺地主豪强的粮食，分给穷困的百姓。樊崇规定，起义军不能欺负穷人，如果有谁残杀或者伤害百姓的话，就处以死刑，或者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和绿林军一样，老百姓对樊崇的军队也很拥护。全国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令王莽十分焦急，他派出大批部队去镇压那些起义军，结果官军被起义军消灭得干干净净，带军将领也被杀死了。王莽接着任命太师王匡，不是绿林军的首领王匡，带领军队先去镇压樊崇的部队，然后再打压绿林军。公元22年，太师王匡带领大队人马来到泰山郡，把樊崇的部队包围起来。樊崇先鼓励大家奋勇作战，然后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眉毛画成红色，这样一来就能和官府军队区分开来，以免伤到自己人。从这以后，樊崇的军队被人们称为赤眉军。赤眉军和朝廷的军队厮杀激烈，最后太师王匡落荒而逃，腿上还被樊崇的长枪戳出一个血洞，士兵也死伤大半，都逃回了长安。赤眉军经过这一战之后更加勇猛，不但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军队人数也猛增到10多万。绿林军和赤眉军打退王莽军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，很多人受到了他们的鼓舞，也纷纷发动起义。一时之间，黄河沿岸地区的起义军多达好几十支。一些在王莽改制后被削减利益的地主和没落贵族也举旗发动起义，企图推翻王莽的统治。在南阳郡春林乡（今湖南陵园北）有兄弟2人，分别叫刘演和刘秀。王莽登基后废除了刘氏宗族的贵族身份，不允许他们再做官封侯。虽然刘氏家族很气愤，无奈王莽把持朝政，反抗不了。现在全国都在反对王莽，刘氏当然不甘示弱。刘演和刘秀早就集结了几千家乡百姓和族人，在春林乡发动起义。刘演和刘秀找到绿林军首领，和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王莽的军队，并且在交战过程中杀死了好几个朝廷将军。绿林军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为了更好地管理军队，有人提出推举一个首领，因为群龙无首，办不成大事。有了首领，起义军行动也有了规划。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该由谁来担任首领的事情。一些有身份的人要求首领必须从刘氏家族中选出，这样才能树立威信。当时的思想是很传统的，出身高的人大多会得到众人的拥护。于是起义军开始寻找合适的刘家子孙来担任首领。然而起义军里有不少刘姓子孙，大家一时不知该推举谁。刘演带领的士兵向众人推举刘演，但是其他起义军害怕刘演强大之后会对他们不利，坚决不同意刘演当首领。他们找来一个叫刘玄的没落世家子弟，声称要立他为皇帝。刘演急了，想到了缓兵之计，便要求等到推翻王莽政权，合并赤眉军之后再立皇帝，同样也被大部分起义军拒绝。最后势力占下风的刘演只好同意了大部分人的提议，拥护刘玄为皇帝。
公元23年，刘玄正式成为绿林军的首领，并恢复了汉朝国号，年号更始。刘玄也因此被称为更始帝。王匡、王凤被封为上公，刘远被封为大司徒，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，其他还有几个有功绩的将领也一一被封了官位。从这以后，老百姓就把绿林军称为汉军。公元23年，一场看似毫无悬念的战役正在中原大地悄然酝酿。一边是新朝王莽号称40万的大军，旌旗蔽日，声势浩荡；另一边却只有8、9千绿林军死守的孤城，连百姓都惶惶不安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碾压，一次血洗。可是谁能想到，正是这场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，不仅让王莽的大军土崩瓦解，更让一个年轻将领的名字从此铭刻在历史之中。更始帝刘玄统领绿林军后，先是命令刘演带领大部分人马进攻宛城，然后又命刘秀、王凤和王常等人率兵北上，攻占昆阳（今河南叶县）、定陵（今河南舞阳东北）和兖县（今河南兖城南）等地，扫清宛城周围的障碍，确保刘演作战顺利。随着绿林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占领下来。王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他明白绿林军已经到了非除掉不可的时候，要是顺其发展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王莽一开始把镇压的重心全部放在赤眉军那儿，现在他决定先消灭绿林军。公元23年3月，大司空王毅、大司徒王寻爱受王莽之令，率领40多万士兵从洛阳朝昆阳进发，力图把绿林军主力消灭干净。驻守昆阳的绿林军不过8、9千人，而王毅和王寻带着10万人马，在颍川又集合了严尤、陈茂2人的军队，势力猛增。绿林军十分惶恐，几千人怎么能对抗得了10万大军呢？昆阳城中人心惶惶，甚至有人建议弃城逃走。刘秀坚决不同意逃跑，他详细说明了目前的情势：宛城还没攻破，昆阳绝不能再入王莽军手中。然而一些人还是坚持弃城。正在大家争论的时候，王莽的军队离昆阳不远了。众人这才发现，要是不快点确定作战方略的话，大家都会被毛满军杀死。于是没人再反对刘秀的说法。刘秀命令王凤和王常保卫昆阳城安危，让李毅和钟条跟随自己去兖县和定陵等地，调集更多的人马前来支援昆阳。王莽军的将领严尤看了看昆阳城周围的环境，心里默默思考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少的人把昆阳攻占下来。昆阳城虽然不大，不过占尽了地理优势。严尤认为应该先攻占宛城，断了昆阳的后路，消灭了绿林军的大部分兵马。到时候昆阳的绿林军眼看情势恶劣，自然也没了斗志，他们就可以轻松拿下昆阳城。可是将军王毅对严尤的建议嗤之以鼻。王毅不懂兵法，偏偏又装作很了解的样子，不顾他人劝阻，执意要先攻打昆阳，而且仗着自己兵马充足，将令士兵们大开杀戒，一定要昆阳城血流成河。严有几次反对都被王毅驳了回去。王莽军在王毅的带领下，把昆阳城围得水泄不通。绿林军只看到城外人头攒动，两方人马在昆阳对峙了几天几夜，期间交战好几次，王莽军明显占了上风。绿林军首领王凤实在支撑不下去，向王毅求饶，希望满军能停止进攻，并且自愿投降。可是王毅好大喜功，非要等到全部绿林军战死。听到王毅这么说，绿林军的将领和士兵非常生气，索性鼓足了士气，决定和王毅对战到底。既然求饶不能让对方放自己一条生路，干脆拼死抵抗，说不定还有胜算的可能。于是王凤率领绿林军继续和王莽军厮杀。
城中的百姓也被绿林军的勇猛所感动，纷纷和士兵们一起抗击敌人。王满军的猛烈进攻都被绿林军顽强地抵制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严尤又和王毅建议，故意把包围圈打开一个口子，让绿林军以为王满军疏忽大意，给了他们逃跑的机会。严尤说，等绿林军逃出去后，王满军可以散布昆阳城被占领的消息，如此一来，进攻宛城的绿林军肯定会心生怯意，到时候他们就能趁机拿下昆阳和宛城，一举两得。这个建议再次被王毅否定了，他仍然坚持用武力攻下昆阳城，以显示自己的军队有多么威武。王毅不但在制定作战策略上独断专行，还经常离开军营到周围郡县去落舍地方官员和富商们的钱财，这让王满军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恶劣。刘秀和李毅、钟条在定陵一带召集了大批军队，准备支援昆阳。然而，不少将领在半路上却宣布不走了。他们打算各自带兵驻扎在物资资源丰富的地方。在他们看来，不愁吃喝远比眼前战争的胜利要重要的多。刘秀劝告他们说，打了胜仗会得到更多的财物，如果现在不敢去支援昆阳，一旦昆阳失守，王满军士气大振，必定会给绿林军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，到时候连命都没了，财宝拿在手上又有什么用呢？众位将领一听，顿时醒悟过来，连忙带着自己的士兵，跟着刘秀和李毅朝昆阳奔去。援兵终于在6月赶到了昆阳，援军一字排开，气势汹汹地逼近昆阳城外的王满军。王毅和王寻压根不把刘秀的援军放在眼里，和他们的10万大军比起来，刘秀的援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因此，他们只命几千人上前迎战。没想到援军在刘秀的带领下越战越勇，王毅的军队眨眼之间就被斩杀了1000多人。正当昆阳的绿林军欢呼雀跃的时候，被绿林军包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宛城终于攻破了。王满军没有支援宛城，守城将领陈鹏看着饥饿的士兵，不得已放弃抵抗，向绿林军投降。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，刘秀和王毅都不知情，但刘秀为了鼓励士兵们奋勇作战，故意放出风声，说绿林军已经把宛城从王满军手中夺了过来。王毅听到后大吃一惊，王满军士兵也唉声叹气，只想着快点回家，都没了作战的勇气。出战告捷后，为了尽快结束战斗，刘秀打算消灭王满军最重要的部分，也就是王毅和王寻所在的位置——王满军的指挥中心。刘秀在军中挑选了3000名骁勇善战的士兵，从昆阳城的西边偷偷地绕了过去。王毅和王寻看出了刘秀的企图，可他们依旧不以为然，两人带领着1万士兵迎战刘秀，并下令其他人待在军营中，没有自己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前来帮忙。刘秀的士兵虽然少，但都能够以一敌十，而王满军已经人心涣散，士兵们哪里还有心思打仗？在绿林军猛烈的攻势之下，王满军节节败退。军营里的人想出来帮忙，可是没有王毅和王寻的命令，大家只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没一会儿，王满军的指挥中心就被刘秀摧毁了，王寻也被杀死。在昆阳城内观望局势的绿林军一见王毅大势已去，连忙打开城门，冲出去厮杀起来。王满军腹背受敌，首领也被杀死了一个，士兵们根本顾不上打仗，纷纷四下逃跑。此时的天气雷雨相加，狂风怒吼，仓皇逃跑的王满军被绿林军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很多人在推搡之中被踩死，到处都是尸体，还有一些人则被淹死在河里，尸体高高的堆叠起来，甚至阻断了河水的流动。王毅和严尤等将领带着残余的少数人马逃回了洛阳。王满听到战败的消息，感到十分震惊，
王满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昆阳一战中被绿林军尽数消灭，其中刘秀的正确领导和冷静睿智的思维，无疑是绿林军能够胜利的关键因素。昆阳战役后，绿林军内部出现了矛盾，更始帝刘玄为了防止刘演和刘秀两兄弟势力壮大，影响自己的地位，便在别人的帮助下找了个借口杀死了刘演。刘秀假意顺从刘玄，一言一行都十分小心谨慎，终于获得了刘玄的信任，被封为武信侯，这也为他日后建立东汉打下了基础。